美国虽然财大气粗，但也家大业大，想要申请点国防预算，还需要经过国会老爷们的同意。就算是身为总统的拜登，也免不了这一流程。但乌克兰那边缺武器、缺资金，美国肯定是要挺到底的。那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呢？当然是有的。对于拜登来说，不如直接申请一大笔的军援资金。最近火力军听说拜登想要一次性解决援乌资金问题，向美国国会申请1000亿美元的预算。火力军看到后只有一个感觉，战争真烧钱，美国呢也是真有钱。与此同时，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仅要按照北约标准武装作战部队，还要重塑国防工业。不夸张地说，乌克兰除了不在北约名单上以外，其他与成员国几乎没两样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主题。为了摆脱国内政党的掣肘，拜登打算快刀斩乱麻，计划向国会申请1000亿美金，专门用于援乌。这项拨款方案如果能够获得批准，那么就能让拜登绕过其他政党，为乌克兰提供足够的援助，直到2024年总统大选。这可不是空穴来风，据说这一揽子拨款计划得到美国内部许多官员的支持，尤其是乌克兰的支持者。只需要通过这一项单一法案，就能保证明年总统大选之前为乌克兰提供足够的援助。关于这项提案的审核，预计将在近段时间内完成。但有官员表示，在美国众议院新议长选举结束之前，五角大楼不会对是否采取这项一揽子计划以及规模做出任何回应。1000亿美元的援乌资金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是火力军都会觉得惊讶的数字。在今年9月份，美国媒体就报道了一项援乌统计数据。从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截至今年8、9月份，美国一共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的援助。请各位注意，这是开战近20个月以来的总和。而这次拜登同样也申请了1000亿美元。根据过往援乌的花销，至少可以让乌克兰支撑1年多的时间。当然，这是理想状态下，因为乌克兰需要的装备数量越来越多，价格上也越来越昂贵。但对于美国来说，这些援助不仅可以帮助乌克兰反击，同时还能对俄罗斯进行有效削弱。如今俄罗斯深陷战场泥潭，这对于北约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事实上，不仅是拜登这样想，美国其他党派也是同样的想法。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他曾多次表示，美国不用出兵就可以直接消耗俄军兵力，这很值。只是美国虽财大气粗，但也家大业大，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想要为乌克兰援助，还需要国会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拜登不得不考虑，如果还是像之前那样一笔一笔向国会申请资金，不仅审核流程慢，还有可能出现其他问题。既然如此，那就一次性申请到足够的资金不就行了吗？虽然过程会比较痛苦，但总比经常遭受这样的难题要好得多。在这种背景下，1000亿美元的援乌金额计划出炉了，这也是美国史上最大一笔援乌资金。不过有一个关键问题，这笔援助资金能够顺利通过吗？自从乌俄战争爆发以来，北约不断为乌克兰提供弹药补给。目前，美国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200万枚以上的155毫米炮弹，这为美军库存带来了巨大压力。有机构以这场战争为例进行计算，作战的一方想要在现代地面战争中时刻保持持续性，那就需要军工业能保持每月200辆较先进的坦克、1000辆装甲车以及60万枚大口径炮弹的生产能力。显然，这个数字别说放在乌克兰身上了，就连美国都有点难完成。美国生产155毫米弹药的工厂，每周5天，每天24小时连轴转，也只能保持2万枚左右的月产量。为了缓解压力，美国已经与加拿大、印度以及波兰等国的9家公司签署了价值15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155毫米弹药的产量。10月6日，美军一份声明表示，在9月底就已经敲定了合同细节。今年10月份，155毫米炮弹产量将增加到每月2.8万枚，是今年年初产量的1倍。计划在2024财年达到每月6万枚的产量，2025财年达到每月8万枚，2026年每月产量计划达到10万枚。10月6日，澳大利亚政府一份声明也表示，将投资2.2亿澳元用于生产155毫米弹药和500磅航空炸弹。与此同时，泽连斯基想要推动乌克兰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摆脱苏联时代的影响。
在去年9月份，北约曾计划按照北约标准重新武装乌克兰，军事援助也从那时开始，由苏制装备转变为北约武器系统。按照北约的说法，这是为了向乌克兰提供中长期军事支持。而在今年10月份，白宫已经公开宣布将推动乌克兰武装部队完全与北约标准保持一致的计划，不仅要求乌军士兵达到北约标准，还要彻底革新乌军术语，建立乌克兰自给自足的国防工业。这项计划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由乌克兰军官与非委派军官组成的专业团队，弥补乌军与北约标准之间的差距，要与北约在战略、战术甚至操作程序方面的教条保持一致，以便可以在北约框架内无缝运作。这一转变不仅包括战略和战术领域，还强调了语言上的一致性。乌军将采用北约术语，从根本上改变其军事行动的语言，涵盖军队的所有方面，从手册和培训材料到操作命令。显然，这是乌克兰融入北约的必经之路。同时，美国还提出一项大胆举措，鼓励乌克兰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摆脱苏联时代的影响，演变成一个符合北约标准和能力的现代武器生产国。在2022年的时候，美国就指出，乌克兰拥有庞大的国防工业，可以制造坦克、装甲车辆、飞机、导弹以及潜艇等。这个行业由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监管，管理着130多家国有企业。去年年底，为了让乌克兰在训练和装备上更接近北约标准，北约制定了一项重塑乌克兰国防工业的10年计划，目的是让乌克兰从苏联装备转向与北约兼容的欧美装备。从今年6月开始，乌克兰军工企业开始与欧洲供应商建立关系，合作制造武器。目前，北约多个成员国发展联合项目，如法国、丹麦、波兰、捷克共和国以及2个秘密合作伙伴。德国莱茵金属还与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签署一项维修坦克的协议，前者计划通过其他服务机构在乌克兰建立新的立足点，还将促进技术转让，以便在乌克兰制造莱茵金属的产品。与此同时，乌克兰还加强了与波兰的国防工业合作。波兰已经承诺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可以通过波兰军备集团获得生产设施。在上个月，多家媒体报道，为了争取减少目前对国外武器的严重依赖，乌克兰目标是成为世界最大的武器生产国之一。泽连斯基表示，已经与13家主要武器制造商建立国防工业联盟，其中包括计划设立一项特别基金资助联盟。显然，俄罗斯入侵为乌克兰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为乌克兰带来了契机。这位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也就是下议院一把手沃金公开表示，这场消耗战俄罗斯已经赢了，美国与北约都已经输了，并且还列出了3个理由。首先，过去1年多里，北约源源不断地为乌克兰援助武器，已经使得北约的武器弹药库存见底了，已经无法再向乌克兰大规模援助武器弹药。其次，北约不断为乌克兰提供的财政支持，已经让各国出现了经济衰退。最后一个理由是，乌克兰发动的反攻行动已经失败了，乌军损失了大量兵力和装备，并没有取得北约所预料的战果。所以沃金得出了一条结论，除非乌克兰按照俄罗斯的条件投降，否则乌克兰将不会再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先说一下火力军的看法，沃金这些言论明显是为了迎合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正确，毫无新意，对乌克兰战场局势一点影响都没有，更无法表现出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北约国家的真实情况。欧美国家大量援助弹药确实导致了库存紧张，但美国可没有。美国的战争动员能力可不是开玩笑的，不仅没有停止对乌克兰援助，甚至还有所增加。前些天，泽连斯基与拜登会晤的时候，还得到了一笔3亿美元的援助，包括集束弹药、防空导弹以及其他便携武器。相反，一直在说北约弹药短缺并快速增加产能的俄罗斯，似乎才是最缺少弹药的那一个，甚至不得不寻求朝鲜的军事合作。在去年，俄军一天可以消耗7万枚弹药，但到了今年，由于缺乏弹药，再加上军工产能难以大幅提升，俄军每天消耗只有不到8000枚弹药，相当于去年的1/10。火力军再换一个角度，俄乌双方现在都缺少弹药，但乌克兰背后有北约，有美国。至于俄罗斯与朝鲜之间的军事合作，至今还没有定下来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落实。虽然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火车交通量正在急剧增加，仅10月5日这一天，在俄朝边境处的一处铁路运输站内，至少停放着70个火车车厢，但是这也没法确认就是朝鲜为俄罗斯提供的弹药。至于乌军反攻失败的问题，现阶段这场反攻行动还在进行，巴赫穆特、扎波罗热都有不小的突破，据说已经突破了俄军的重要防线。
虽说夺回的领土不如去年9月份的反攻，但至少还是有所进展的。就连克里米亚的局势都发生了变化，黑海舰队的老窝都被炸了，如今黑海舰队更是逃走了。想来乌军取得重大进展也只是时间问题。另外，关于俄罗斯与乌克兰、北约的消耗战本身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俄罗斯动用了多少资源，北约又动用了多少资源，外界可是一清二楚的。普京让做好进行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俄罗斯也有可能在等待冬季攻势，想要利用各种导弹打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但谁也不知道这场冬季攻势哪一方能占据主动，你们觉得呢？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